你离开这儿，想做什么都可以，做你喜欢的，开工作室也行啊，我跟祁连都支持你，我还给你当助理，行吗？江波，江波，江波，我离不开的。无论跑了多少次，他都会把我带回来这里。你是离不开还是不敢啊？江小媛，你不要管我了。我不管你，我不管你，谁管你？我跟祁连是专门过来找你的。你要说你不喜欢美妆，你就别画这么多图啊！你想一辈子都被你妈困在这儿啊？岳宁川都告诉我了，你一直都想逃离你妈妈的掌控。你看看，我都给你带来了。你看看，你17岁参加国际美妆大赛的作品，你17岁就拿了区域赛冠军。你再看看，这个烟熏妆，技法和攻击性都很强，还有这个，你把他的嘴缝上了。你想告诉大家你的人生处境很难，你有口难言，所以你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化妆这件事情上，对吗？我也听说了，你刚从精神病院里出来的时候想一了百了，是接触了美妆才会觉得生活有点乐趣。你那个时候那么难都坚持过来了，现在又在这放弃什么呢？你现在觉得喜欢，觉得开心，是因为你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困难。等哪天你付出努力也得不到回报的时候，也许你就没有这么喜欢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已，需要那么多理由吗？你想想，你那么热爱这个事业，你那么有天赋，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肉体可以被困住，但灵魂是谁都左右不了的。你是想当烂泥一样的活着，还是出去跟我们做你喜欢的事情？就看你自己了。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就这件事情不行。如果做不了化妆师，我不如死了算了。范总，蒋波他想清楚了，他要跟我们一起走。小波，你想清楚了？妈妈提醒你，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妈妈给的。你今天要是从这儿走了，就别想再回来。妈，
其实你很清楚，我活到今天，不是靠你的。走吧。走。你先在这儿坐一下。要不要喝水呀？你想吃东西吗？如果蒋博没有参与进来，那他为什么会把小袁留在身边呢？给，你要是累了就歇一会儿。啊。我给你煲点汤吧，心情不好的时候喝点汤会好很多。事先声明一点，我对他的特殊照顾只限今晚，明天就给我走人。给他煲的汤，他一口都没喝，他也怪可怜的。要不你多收留他几晚吧。那我先回去了。我送你。好。我已经跟学校办好了离职手续，明天就可以搬出来了。到时候去日日家住2天。你可以住我这儿。怎么住啊？你家沙发都被蒋博占领了，难不成你还要赶他出去啊？你睡卧室，我睡客厅沙发，他睡门口，顺便看门。他又不是看门的，你干嘛欺负他？反正工作完了之后，我们就会搬出去的。什么你们我们的呀？到底谁才是你正牌男朋友啊？当然是你啦。蒋博现在处境可怜，我们帮一下也是应该的。收留他一阵子没问题，
但过段时间之后，你真的要继续做他的助理吗？他跟我们出来，范小小肯定会在全行业封杀他。估计应该没有人敢用他吧。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可能就得开个人工作室了。而且以他的能力，接点私活应该不成问题吧？我就继续给他当助理呗。一来提升自己的能力，二来也能积攒人脉。哦，对了，我想参加今年的全国美妆大赛。小袁，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一下。什么事儿啊？说。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事情，我觉得现在可能不是参加比赛的最好时机。准备比赛想必很辛苦，要不然还是先休息一阵子。不用休息，机会难得。怎么了？杞人忧天的样子可不像你哦。有吗？那当然啦。明天的事儿明天筹呗，反正总会有办法的。你看看我现在就很想得开啊。我原来以为我1年的时间到了，我的日子也到头了，但是呢，我发现你好像没有做实验后的后遗症哦，所以我的心也落回到肚子里了。哎，现在觉得未来简直无限美好呀！突然发现城市的夜景还挺美的哦。江小媛，我一定会找到办法，取出你身体里的芯片。好美啊！是吧？是啊。你真不打算跟他说呀？这芯片再不取出来，那是很危险的。不了，我不想影响他现在的心情。等找到风险最小的取出办法，再告诉他也不迟。你们起这么早啊？我给你们带了早餐，你先吃啊。我跟他说点事儿。蒋博啊，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我想让你陪我一起去参加那个全国美妆大赛，怎么样？我不去。为什么呀？你要是能拿到奖的话，你就可以向所有人证明你是有实力的。这样的话，网上那些恶评都会消散的，生意也会随之而来。没理由不去啊！你难道不知道全国化妆师大赛的主办方是谁吗？我当然知道啊，星河嘛。但是咱们是正规渠道去参赛，他范小小也没有资格剥夺我们的参赛权利吧？就算你能参赛，范小小是大赛的评委之一，他想筛掉什么人，那是分分钟的事儿。我没希望的，你放弃吧。我都查过了。今年大赛新增设了一条规定，所有比赛的人每一轮比赛的每一个作品都要上传官网，这样避免有黑幕，你懂吧？
如果咱们的作品够炸裂的话，范小小她一个人也干受不了。你仔细研究过报名资格吗？中级证的化妆师都可以吧？独立化妆师要持有高级证才能参加，只有以工作室名义报名参加的团队才能夹带一定的中级化妆师一同参赛。哦，哎，那正好哎，咱们成立一个工作室，你以后再当化妆师也需要工作室的，怎么样？我懒得跟你说。哎，你坐，那个我去帮你拿啊，你坐。来，热的。我是要喝水。哦，我帮你倒了。我也想喝水。你先自己倒啊。不是，你都什么毛病啊？伺候我上瘾了吗？我之前发你工资的时候，也没有见你对我这么殷勤。你现在是在可怜我吗？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我不一直都对你挺好的吗？江小媛，你不用再讨好我了，行吗？我不会去参加比赛，我也不打算开工作室。你把我从家里捞出来，我真心感谢你，但并不代表你所有的要求我都会答应你。以你的能力，另谋高就吧。还有，我不想带个拖油瓶。你说这话太过分了吧？要不是小袁，你现在还被范小小关着不见天日。那我就得赶去替林人。哎，你们好好说行不行啊？小袁，你先进屋待会儿，我跟他单独聊聊。小袁昨天救你的时候就提过，他愿意继续做你的助理，跟你一起开工作室。你要是不愿意，当时怎么没反驳呀？开工作室哪有那么简单？更何况以我现在的处境，他跟着我能有什么出路呢？他找个好点的团队不比跟着我强吗？看来你还知道自己现在是个什么处境。小袁处处帮你，就算知道你是被范小小吩咐着来监视他，他都没有忌讳。结果你就这么对待他。我招江小媛不是范小小的意思，那是谁的意思？还轮不到你来问我。你还跟我装傻？要不是我们保你，你觉得你来之不易的自由能维持几天？你威胁我？对，我就是在威胁你。我不是江小媛，跟你没情分。你要是不能对我有价值，我何必淌浑水救你？我当时在书房看到江小媛的资料，猜测星河可能会招她，所以我提前把她招到我手里，想着以后能跟我妈谈条件。范小小的书房里，除了这份资料还有什么？我记不清了，当时拿了我就走了。那他为什么关注江小媛？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我说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怎么就这么烦呢？行，你不想说，我也不会逼你。但这样一来，你对我来说就没什么价值。我现在就打电话给范小小，通知他过来。你把我送走，你准备怎么跟江小媛说呢？你现在想起来江小媛了？你不是不愿意跟他一起开工作室吗？我是为她好。那也要他自己觉得好才行。江博，
我会愿意帮他救你出来，是因为你对他来说还有价值。所以他想跟你一起开工作室，你不用顾虑别的，陪他开就是。是吗？你就不怕这丫头以后对我越来越伤心，抢了你的位置？你要是真有这个本事，就试试看。你们聊完了吗？聊完了，他答应陪你一起参加比赛，还有开工作室。真的啊？那太好了！你怎么说服他的？他就是个受虐体质，不习惯别人对他好，怼他2句，什么毛病都没了。那我们得快点行动起来了。距离大赛报名截止不到1个月了，我给你说一下我的想法。来，你坐，你坐。哎，齐言，你先工作去吧，我跟他商量点工作室的事儿啊。哎，我是这么想的。不急，我们先。我可以和你们一起聊。好。今天就当成我们全体合伙人的初次会议吧。啊？你也要参加啊？呵呵，看来有些人自作多情吧。为什么不带我？你不会没装啊？再说了，你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啊？那你没有启动资金吗？我有。小杨，我这有50万，可以全部入股，算你20%技术股，工资5000，提成立万算，怎么样？可以，可以，可以。那我们是不是得给工作室起个名字啊？比如说什么千华？哦，不，晚风，晚风怎么样？俗死我你！那你说叫什么嘛？哦，叫博源，博源行不行啊？我去上班了。干嘛呀？你真不打算让他入股啊？我不打算。情感这种东西啊，要是和利益牵扯在一起，那就不纯粹了。而且你的喜怒哀乐也会跟着受影响。如果2个人站在不对等的位置上，这段关系迟早得结束。哎，工作室到底叫什么名字啊？起名字嘛，随便取一个都可以啊。开工作室没那么简单，事情多得很。这不有你的吗？我跟你说啊，2个人分工效率很高的。我是天才，你见过天才管这些俗事吗？我准备睡了，你自己忙活吧。哎，合着这都是我的活儿啊。哎，这边。喂，50万啊，太贵了，那我们得再考虑考虑。哦，谢谢你啊。好。哎呀，你快点儿，你站着干嘛？咱们还有那么多店铺没看呢，快点儿。咱们现在只有50万。租完店铺，装修完，再采购一批化妆品，应该就不剩什么了。
要是工作室开张之后还接不到足够的订单，那很快你连我的工资都付不起了。虽说这个工作室是因为参赛才成立起来的，但是蒋老板，你可不能再这么无所事事了，要考虑下前景才行。我差点忘了件要紧事啊！以工作室名义参加比赛，必须要有主办方的邀请函。啊？还要邀请函？废话，这种规格的比赛，你以为是哪个野鸡工作室都能参加的吗？更何况我们现在连手续都没办起来，你觉得能有这样的殊荣吗？那就是成立了工作室，还是没有资格报名参加呗。对，所以我就想提醒你这一点，很有可能我们白忙活一场。不要紧，手续我来办，我再想办法宣传一下工作室。哎，你那些老客户都在吧？邀请函的事情你想想办法啊。我现在风评不太好，这件事儿慢慢来吧，我尽可能想想办法，好吧？不是尽可能，是一定，大哥，咱现在要钱没钱，要资源没资源，要口碑没口碑，还树立了范小小这么强大的敌人，以后的路多难走，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我请你吃点好吃的吧。服务员，拿菜单过来一下。先生，您先看一下。好，谢谢。来，你看吧。这么贵，大哥，咱都穷成这样了，还吃这个呢？走。真走。这是6年前警方提供的事故报告。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怀疑诺亚的死跟范晓晓有关系吗？因为灯塔系统当初的睡眠舱，现在就在范晓晓的手上，就是前段时间曝光的诺亚方舟游戏舱。他甚至瞒着所有人，还在继续进行着试验。这怎么可能呢？如果睡眠舱在他手上，那当年坠下山崖的又是什么呢？睡眠舱可是诺亚亲自押送的呀，要是被人调了包，他不会不知道的呀。可能性太多了。也许当时车上的人根本不是诺亚，又或许，诺亚在车祸发生之前就已经遇害了。范晓晓既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睡眠舱，又让整件事情死无对证，足见他早有预谋。如果诺亚是被他害死了，这太可怕了。我一直在想，范晓晓到底是怎么盯上灯塔系统的？会不会是实验室的内部人员勾结了范晓晓，一起害了诺亚？这不可能。诺亚挑的人向来都很有职业操守。至于范晓晓，当年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编辑，谁都不会觉得他有能力收购明光实验室，更别提去跟他勾结了。不是内部人员，难道范晓晓也是试验者？以试验者的身份接近诺亚？白先生，当初灯塔系统的试验，总共招收过几名试验者？我会设法去打听一下。这么晚了才回来呀？怎么还没休息啊？还在忙工作室的事啊？我刚整理完资料，想着还有点时间，就看看别人的工作室是怎么运行的。
您见过这种芯片吗？见过。这是我老东家生产的一款医疗芯片，用法嘛，就跟这上面一样，植入脑部，与神经中枢连通以后，可以用来记录人的神经元信号。说起来，诺亚就曾经向总公司申请过这样一批芯片，说是打算给将来的实验者植入，以便对灯塔系统做个升级。可惜啊，他什么都没来得及做，就出事儿了。哎，你这个是从哪儿来的呀？那您知道这种芯片要怎么取出来吗？想要取出倒也不难，就是要等满1年。1年以后，芯片会自动从神经系统上脱落，进行微创手术就可以取出了。就这么简单？难道不会对人体造成任何损伤吗？只要操作得当，当然是安全的。但是要在脱落之前强行取出的话，恐怕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被植入的人也要小心避免剧烈撞击，以免芯片错位。怎么了？等我一下。我江小媛以此为证，我欠了祁连一份恩情，以后一定赴汤蹈火，替他办成一件事。如有违背，就让我永远回不了家。我来找你兑换心愿，可以让我加入你的工作室吗？你都把它拿出来了，我还有拒绝的余地吗？你为什么一定要加入啊？我可不想跟你扯上利益关系。沈方舟的美发店不也是我投资的吗？我看中了你的实力，觉得你们工作室未来肯定能火，趁机当个大股东，多好。就你心眼儿多。小袁，我只是不想你太辛苦了。再过一段时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俩能不能不要那么腻歪，让我好好睡觉行吗？吵醒他了，我去给你热杯牛奶。这么快就到了，辛苦了，辛苦了。轻点啊。
吃饭了。吃饭了。快吃饭。喂，江委员，你张老师喝多了，你快来看一下啊！啊？高总，我今天真的喝不下了，下次再陪您喝个高兴的。您看，上次我设计那个盛典的妆容，您觉得怎么样？挺好的呀，对你的实力我一直特别认可。高总，那您能不能给我一张全国化妆师大赛的邀请函？哎，小蒋啊，不好意思啊，我特别想给你这个机会，但你也知道，邀请函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给的。高总，咱上次不是说好了吗？只要您满意，您就会考虑这个事情。这个邀请函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只要您给我这个机会，今天的活我都给您干了。小蒋，你这是要我把话说明白啊？范总在行业内放下了话，谁要给你机会，那就是跟星河撕破脸。你帮我做设计，我当然乐意了，但犯不着为了你趟这趟浑水吧。江波，你别碰我！你跟谁发火呢？蒋博，我告诉你，不是看在你妈的面子上，我连给我喝酒的机会都不给你。高总是吧？我记得你以前挺巴结蒋博的呀，怎么了？人一出事儿就急着踩一脚，你可真够没品的。你别拉我，你怎么回事？干嘛这么低三下四的求人？你以为我想吗？我还不是在为我们想办法。可我找了我能找的所有关系，没有一个人肯给我们邀请函。就算要找机会，也不能让别人这么欺负你。范小小现在把我逼上了绝路。你要是还想参加比赛，就离我远一点，还有一线机会。你怎么说话呢？有没有把我当朋友？即使不参加比赛，开美妆工作室不也是你的梦想吗？祁连，你怎么来了？
听说工作室装修好了，我就先过来看看。你可真够烦人的，我本来还想给你个惊喜呢。带你参观一下啊，你看，基本都装修好了。我觉得前期的客人不会很多，所以只购置了2台化妆桌，够咱俩用就可以了。然后这里是会客区，那儿是等候区，整体来说都是挺宽敞的，还有咖啡机啊什么的。哦，这是你的房间，很快你就可以搬进来了。还凑合吧。凑不凑合，工作室都开起来了，明天你就要开始干活喽。干什么活啊？给客人化妆做造型啊。明天下午1点，孙小姐约了你，她要参加一个文化沙龙，你想想给她做一个什么造型？下午4点，唐老师约了你，他要参加一个晚会，你也要给他打扮得漂亮一点哦。你自己好好想想啊。这活你为什么不自己干？你别忘了，你可是有提成的哦。大哥，我明天1天的时间都被瑞瑞约走了，我可忙不过来啊。反正明天、后天、大后天，咱俩都挺忙的。你哪来那么多订单？忘了告诉你，我之前录了很多美妆视频，然后我还替美发店录了一个视频，特别火。我最近拍了一个视频又火了，所以很多慕名而来的客户够咱俩忙一阵子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啊。继续参观吧。我觉得他应该是被我的高效率给吓到了，一时半会儿还抑郁不了。只要让他找到他熟悉的领域，很快他的自信就会恢复回来。怎么感觉你们2个的位置颠倒了呀？现在你更像个老板。可能形势所逼，我成长了吧。毕竟这些事情还是要有人做的。等以后有时间，我还想学点新东西，然后考一个高级证出来。那化妆师大赛的事情，就这么算了。强求不来的东西，应该缘分未到吧。以后再说呗。你开你的车，我就说几句话。哎，你听过 Niki 这个人吗？他是福布斯排行榜前10的美妆博主，他在08年的时候就已经小有名气，现在已经是全球的顶级网红。他分享的视频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他用11年的时间让大家见证了他事业上的成长。他现在的商业价值还有技术，已经超过了同行很多专业的化妆师了。你想说明什么？我想说的是，全国化妆师大赛不应该只用专业资格证和内部邀请函来决定。现在很多海外的美妆大赛都对美妆博主开放了报名资格。一旦国内的短视频平台发展起来，这些博主将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商业价值，这对整个时尚行业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你想让我去找主办方，开放美妆博主的参赛资格？这大概是他唯一能参加比赛的方式了。而且这个团体自带话题和流量，对于主办方来说也是一种变相的宣传。对了，这个是我对美妆博主行业的研究报告，你去说服他们的时候可能会用得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次的主办方骑士集团是其中之一吧？要让你失望了，骑士集团的关系我可能攀不上。为什么？齐茂清他不是你爹吗？范小小是你妈，你不一样攀不上星河的关系。切，不帮就不帮，干嘛怀外这么重？先把我放下来吧，让我白起这么走。你干嘛？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呀？骑士集团的门路求不上，但我从侧面打听到，这次比赛的媒体合作方准备把比赛拍成综艺。你的提案，他们应该会感兴趣。今天谢谢你啊，其实工作室起步挺难的，谢谢你帮我介绍生意。跟我你还客气啊，哈哈。小云啊，我觉得你跟以前不大一样。怎么不一样啊？以前我也想帮你，不光是我，还有班上其他同学也是。不过你总是拒绝所有人的好意，什么事儿都得自己干才满意，自尊心强得让人讨厌。是吗？我都不记得了。自尊心强的另一面是自卑，越是怕人看不起，就越要强和排外。不过这次见你，你比之前自信多了。虽然还是没什么钱啊，身上多了一种游刃有余和无所畏惧的感觉，这样很好。可能是经历的事情多了吧，脱胎换骨成长了呗。好了啊，瑞雪，这儿呢。瑞雪，你今天怎么打扮的这么好看？哎，你这唇膏什么色号呀？好优雅呀！哎，你皮肤也变好了耶。是呢，好看吧？都是我闺蜜给我化的妆，这家工作室也是她开的。你们以后有什么需求多找她，她什么妆都会化。我想起来了，我在网上看到过你，搬砖的小仙女，对不对？哦，对，那个视频我也刷到过了。本尊在此。今天她可以免费给你们试个妆，以后有什么需求多找她。可以啊，免费。那我第一个来。好，坐这儿吧。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妆？江小姐，我就不用自我介绍了吧？前2天祁连找过我，说是希望替你们要一张全国化妆师大赛的邀请函，不过我没有答应。动用私人关系参加比赛确实有违公平性。江小姐，你的定力不错呀。我说了这么多，你还能装作若无其事？你的父母难道从来没有教过你，人要自珍自爱，重信守诺吗？祁先生，你要是对我有什么不满可以提，没有必要指责我的父母。好，那我就直说了。当初祁连是为了你，才跟那些小混混结了仇，结果连累他那些朋友都卷了进来，还有一个孩子命都丢了，你装什么糊涂啊？饭也不吃，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刚刚公安局来电话，那帮混混都已经被抓了，一会儿啊，你也要去公安局做笔录。吃饭了。都结交了一些什么样的狐朋狗友？为了这些人，失去了自己高考的机会，完全不知道轻重。
你觉得你这样做值吗？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吃完饭，我送你去局里。祁连，我有急事找你，我在理发店门口等你。江小媛。又是这个江小媛。你就是江小媛？您是？我是祁连的父亲。哦，叔叔好。我在等祁连，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吗？他不会来了。为什么？我还想问你呢呀，你为什么非得缠着我儿子不放啊？年纪轻轻的，就开始学人攀富贵了。他不愿意帮我就算了，我们只是好朋友关系，没什么事，我先走了。你和祁连的事情我都知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接近他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攀高枝吗？我和祁连的关系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吗？你们家这么多年负债累累，最近奶奶的病情严重，你和祁连在一起，不就是为了这个时候能帮到你们家吗？我今天见他确实是为了借钱，因为我奶奶病情恶化了，我急需2万块钱的手术费。要帮忙不用这么复杂。哎呀，你不适合祁连，还是早点离开他吧。祁连是个重感情的孩子，那段时间他天天做噩梦，高考也因为打架耽误了，精神方面也受到了创伤。为什么他好不容易康复了，你却还要来害他？江小姐，你不就是想要这次全国化妆师大赛的邀请函吗？我可以给你，但请你放过我儿子，永远离开他。走进迷惘的森林，忘记曾经的拥抱和谁的约定。你傻了吧？回来灯也不开。小袁，我这儿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要听哪个？你爱说不说。不听拉倒。那我跟你说那个坏消息吧。坏消息就是大赛报名通道关闭了。但好消息就是增加了美妆博主报名通道，只要有一定播放量，还有粉丝达到一定数量，就可以参赛了。你看。海选试题和参赛证，我们都给你要回来了。这话太多了，一开始就告诉他报名成功了不行吗？小袁，你刚学傻了吧？笑都不会笑了，太傻了。
怎么了？没事，我就是突然能参加比赛了，心里特别的高兴。想找回自己。你找完了？你这画的是什么？你告诉我，你这几个叶子是想来干嘛？挡脸？拿回去重画。全国化妆师大赛的排选已经开始了。本次比赛云集了100家国内顶尖的化妆工作室，他们将在这里为成为国内最好的化妆师而展开激烈角逐。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网络票选选手江小媛为我们带来了一份惊喜。她的水平在一众作品中格外出挑，票数遥遥领先。网友们都说呀，这次的全国化妆师大赛，涅槃工作室将是夺冠热门。全国化妆师大赛已经进入最后一轮预选赛，50进20，竞争可谓是十分激烈。究竟会有哪些工作室脱颖而出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总算是顺利晋级最后一轮了。这届孩子真的不太行啊，一个个创意这么保守，显得他跟个天才一样。你怎么就不愿意承认小袁确实天才呢？这是海选赛，随便乍乍眼都能博个眼球。等他进了前20，才是比赛真正的开始。到时候拼的可是基本功和经验，你觉得他能跟那些大工作室实战好多年的人比吗？给你看看。吃点东西吧。又通宵画方案了。第3轮的题目是什么？春日新娘。那正好是你擅长的领域。这方案不行。佳媛，
你这个黑色指甲画的是什么？还有你这头上叠的是什么东西啊？你没有看到我加了甜美元素还有清新元素吗？我是看到了，生拼印素还不如没有。我觉得这个方案挺好看的呀。小袁最擅长的是给造型做实空间构图和视觉冲击力，这个作品怎么也不比前两人差吧？他这一身的毛病都是被你给惯出来的。你真以为他前两轮完成的很好吗？那也不至于很差吧？要不然网络投票怎么会那么高？观众就图个新鲜罢了，谁会为你的职业生涯负责？一两次的爆火，真以为自己了不起了？你这个作品，除了生拼印素还留下什么？一点灵魂都没有。那灵魂那种虚头巴脑的东西，不是吹一吹就可以了？是我们参赛的选手中是有那么几个是从大工作室出来的，那你拿出来的东西不就那么回事儿吗？然后评委还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吹，啊，你的灵魂好棒哦，好有灵魂哦。行，你要真这么认为，满足你这些哗众取宠的作品，你就趁早弃赛。哎。可是这已经是我拿出的最好的水平了，我已经1个月都没有好好睡觉了，真的很困。不行就放几天假吧，放松放松，说不定还能找到灵感。后天是陈方舟婚礼，跟我回趟洛杉吧。嗯，好。还在画趁日新娘？没什么思路。那就先吃饭吧。我一会儿要去见个供货商，顺利的话，应该可以解决店里化妆品的采购问题。你这个合伙人也太敬业了吧！所以啊，只能吃的简单点了。咖喱饭，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最喜欢吃的就是你做的咖喱饭？为什么是咖喱饭啊？因为我当时都快饿死了，然后你就给我端出来这么大一锅咖喱饭，吃的我可饱了。然后你吃了我给你做的饭，还差点把我当成连环杀人犯。这怎么能怪我呢？哪个正常人会在家里贴那种照片？说起来，我学会做饭还是因为许静阳。他在医院那会儿，我天天跑去给他送饭。那个时候觉得特别对不起他，害他摔断了腿。现在才知道，原来都是梦里发生的事情。那边应该快到了，你先吃，吃完早点休息啊。那你还没吃完饭呢。来不及了。你等会儿，外面冷，多穿点。早点回来。知道了。快吃吧。拜拜。
现在都是初级技术。哇塞！你看我现在都变胖了。你是有点，我好像有点胖。你确实也有点胖。哎，你那个美妆比赛的视频我看了啊，我们大家伙天天给你投票，是不是？谢谢。你必须得冲进决赛，我加油。咱们现在是不是得叫你姜老板？姜老板，我们那股份是我师傅占大头，我是合伙人之一，你知道吧？姜小圆，嗨，你好。你说你来也不告我一声。我这不想给你个惊喜吗？走，去我屋说会。你们一会儿来了。怎么走了呀？小儿应该这么好看呢，特别漂亮啊！你说你来了也不告我一声，你太突然了。来，快，走。哎呀，我给你倒水。哎呀，你可真行啊！你不是快结婚了吗？怎么还工作呢？嗨，这服务行业就这样，客人有需要，我们就得在呀。来，喝水。哇，好暖和。对了，你最近怎么样？我挺好的。对了，你吃饭了吗？我给你订饭。不用了，陈哥，我不饿，你坐吧。啊。陈哥。啊。我就是想多了解一下祁连毕业前到底经历了什么。啊。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祁连他爸找过我了。这样啊。你知道祁连跟他爸关系不好好多年了吗？能猜到一点吧。他也从来不跟我提他爸，我也没问过。他上初中那会儿，他爸有个私生子来学校闹过，后来他爸妈就闹离婚，谁都不要他的抚养权，然后就各忙各的工作，然后就把祁连放在乡下，随便他怎么折腾也没人管他。再后来，杨子的事发生之后，他爸就意识到祁连也是需要人关心的。难怪他不爱回家呢。他还说，他回家家里没有人等他。他爸的话你也别太当真。只有在祁连最自暴自弃那几年，他遇到了你，他才没有对人生失去信心。我现在还记得，那功夫他拉着我们一起去复习，说什么要跟你考同一所大学。那他为什么没有跟我上一所大学？杨子的事儿，不会真跟我有关系吧？他是为了救我跟杨子，才跟人打的群架，结果受了处分，不能参加高考。而抓我跟杨子那个黄毛，又是因为你跟祁连结的仇。那功夫也怪我们，都是半大不小孩子，气头上来了就打了起来。结果杨子不慎摔下了楼，送到医院的时候没救下来。后来祁连也坚持不让我们告诉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都不知道。那祁连呢？以他的性格，他肯定很内疚吧。后来他好一段时间都在看心理医生。他说他只要一闭上眼，就能看见杨子的脸庞。我那功夫也希望你能多陪陪他，帮他走出阴影。但不知道怎么搞的，你去了重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就连电话号码都换了，你俩之间就断了联系。
谢谢。陈方舟跟我说，你在他办公室里哭，怎么劝都劝不住。你们都聊什么了？不告诉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我爸找你了吧？他跟你说什么了？让你离开我。不是因为这个。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你不恨我吗？恨你什么呀？恨你害死了杨子，那就太不应该了。但凡我们当年能够成熟一点，也不会酿成那样的悲剧。你爸还跟我说，我当时拿了他一笔钱，就离开你了。那个叫杨子的孩子，之所以会没命，不就是因为这个江小媛吗？杨子的事跟他无关。跟他无关？那你怎么不接他电话呀？你敢告诉他你现在发生什么事了吗？你都告诉他了，你都跟着胡说八道什么了？混蛋！我什么都没说，是他有话让我传达给你。他说他已经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学校，以后不想再看见你了。不可能！不可能！他还开口跟我要了钱，给他奶奶去看病。你看你现在还能打通他电话吗？这是他写的字条，你自己看看吧，看看可能不可能。一群狐朋狗友。本人江小媛借走了戚茂清2万元现金，并保证与其一刀两断，老死不相往来。当时我气得够呛，觉得你怎么这么狠。可后来长大了，也想通了，你只是想要救奶奶，无可奈何罢了。想必我爸也跟你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伤到你了吧？其实我应该找你问清楚的，因为你那么难过的时候，我都没有陪在你身边。而且如果洛山市没有遇到的话，没有重逢的话，你之前经历的那么多，发生那么多的事情，我这辈子都不会知道。我只会当成你是无情无义，连句道别的话都没有就丢下我了。江小媛，你不是说以前的江小媛已经死了吗？现在的你是全新的你。我跟他之间那些事儿，你难过什么劲儿啊？我是这么说，但是……好了，别但是了。虽然有些曲折，但我们现在不是开心的在一起了吗？我觉得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都过去了，别想了。
起来。干嘛？带你回家。无助的时候，麒麟，我想到春日新娘怎么画。你们知道木槿花的花语是什么吗？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女朋友现在需要回家休息。哎，祁连，你觉得这事怎么样？是不是？领结都歪了。哦，挺帅的，是吧？哎，小袁，你今天准备这手捧花还挺好看的。这红色的花叫什么呀？红色的是木槿花。像月光落在手中，像流星铺满心中。I could just go anywhere with you. You are my favorite thing to do. 你会不会弹给我深藏的脆弱？没想到这个灵感还挺有效果的哈。所以木槿花的花语是什么？温柔的坚持，永恒的美丽。我记得木槿花朝开夕落，为什么它能代表永恒的美丽？因为当一朵木槿花开败凋落，它还能陆续生发出许许多多。哪怕是朝开夕落，它的花期却很长很长，仿佛生生不息，源源不断，所以才会有永恒的美丽。那真的跟你很像。不对，是跟你很像。这段时间恍如隔世，要是医院那天没有遇到，真不知道现在会怎样。这大概就是命运使然吧。有个问题，我一直没想明白。什么问题？为什么你都不记得我了，却还记得我的手机号码？那明明是我爸的手机号。那你还背得出其他人的手机号吗？背不出啊，谁没事背人手机号啊？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在灯塔系统看到的一切，都是有现实映照的。那些曾经在我们记忆里停留过的人事物，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眼前？或许恰恰和我们的心愿相一致。你是说我能背出你的手机号也是有原因的呗？高中那会儿，你一遇到麻烦就给我打电话，这个手机号我就没换过。后来出国读书也一直留着它，大概是在等你打给我吧。但是我一次都没打给你吧？是啊，你一次都没打给我，但你依然记得它。即便是去了灯塔系统的世界，你也依旧没有忘记。你嘚瑟什么呀？你不就想说你在我心里很重要吗？嗯？张小媛，你的潜意识从来没有忘记过我。我知道了，你炫耀什么呀？你在我心里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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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要，行了吧？还差一点吧。